地球内部分层跟地震波的关联。然后课本99页图形，这边各位可以看到，课本99页这个图是局部放大。然后这一张图形是国中是有学过怎么分层，分出来结果，但是没有教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课本是帮我们画好了，再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因为答案就在上面了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考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类似像这样的图形，也就是只有正波速度随深度变化，跟这个是分层结果。然后从地表到地心，我们课本是不是有画1/4给我们看？那其实它是整个的啊，严格来说是立体的。来，各位现在观察一下 P 波、S 波随深度的变化情况。你有没有发现 P 波都是深度都比 S 波来的快？前面讲过了，还记得吗 ？P 波是初达波，它的速度都比较快的。第二个，它的速度有没有随深度一直变高？我们越往地下深处，温度、压力、密度都会越来越大，但是波速有没有？没有。来，请注意，可以玩的同学就会看到，题目了。但是选项现在还不能选哈，因为我还没开始作答。这一题只有60秒，有计时的哈。你们看到右上角有60秒。我要在上面画60秒的右上角，所以你们先观察，图是被我关掉了，看课本图，观察 P 波速度最快是在哪一个深度，然后代表人答对的就是这一题起加分就对了。好，你们刚刚找到了哈，你现在告诉我。我们先做这题，看看各位答题结果。来，现在请各位看一下。手上的画面是不是已经对不起？好，这边我们刚刚已经完成第一个问题了哈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不止 P 波、S 波也在2900这里出现很大的变化？变化就是 P 波突然间减速很多，然后那个曲线是不是断掉了？对。然后 S 波你就进不去嘛？对。这个位置，老师荧幕上各位看到有没有红色曲线？就代表正波速度的传播变化是呈现不连续现象，那我们就叫不连续面。你要讲面，要讲一个立体来看，像这样，把地球可以用这条线画成一个分界面。这个圆圈立体来看是一个分界面，就像蛋白跟蛋黄那个交界面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位置以外还有一个，在表层附近也有一个。但是我先跟你讲，这一条看不出来，上面这一条其实我们这张图根本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只有30公里而已，而这个图形是不是6000多公里这么小，所以细节看不清楚。待会我们再看放大的62，但是在这里请注意一下，我们透过这两个所谓的不连续面，就可以把地球分成几层。你现在看到是2个红色界面，把地球分成3个层次，我都有背过吗？地核、地函跟地核，就是利用这2个所谓的不连续面画出来的。什么不连续？正波速度的传播不连续。而这2个不连续面是莫河先生跟古登堡先生找到的，是国外的科学家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莫氏跟古氏不连续面。这2个要背一下，它分出来的交界面分别是地核、地函、地核的交界。参考课本有，只是课本是帮我画好的。有没有看到标示的莫氏跟古氏不连续面？刚才我们找了2900那个位置，就是古氏不连续面。但是莫氏它这边没有标数据嘛，因为太小张了哈。好，现在到这边为止，我们是不是把地球分成3大层？但是你看哦，地核是从2900到地球中心，你觉得在地核里面，正波速度变化有没有不连续？有。你现在看得到的白色的这个图，是不是只看到 P 波？你们看课本图，在某一个深度是不是出现变化？不连续。好，现在请各位回答下一个问题，全部都回答。怎么有下一个问题了？来，这个问题不用急，我还没开放。我们地球地核是不是还可以分成内外2个部分？外地核跟内地核。
简称为外核内核，听过吧？然后外核是状态核的答案，液态，内核是固态。我们要讨论的是它的交界面应该在多深的位置，它是可以写的哦，60秒。所以各位看一下你手上的画面，是有一支笔，有一支笔你可以打开来，笔打开了吗？打开了。那个笔是不是可以调颜色？你用笔写哈。如果觉得自己手太粗，当然这个很简单，把数据写出来，用那个触控笔写也可以。注意时间，快到了，剩41秒，每个人都可以送。同学，你们这一组有3台都可以写，每个人都玩，因为下次每个人都要玩啊。你觉得呢？问答题都要记得写完整，简答题、问答题都把它写完整，他们是填充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尽量写完整，怎么样？对。好，注意时间，现在有会有时间回复了，剩下8秒钟、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，时间到它就会自动结束的。好，结束了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答案。这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答案。应该多少公里？这边课本里面有帮我们介绍这个结果，然后各位看一下，老师荧幕上画这个蓝色虚线，是不是就是课本里面标示的雷氏不连续线？是谁找到的？就是雷曼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先生，是小姐啊。雷曼找到，这不用背，但是注意要会找。然后是可以分成内核跟外核，而这个内核跟外核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一个是液态，一个是固态。简单的讲，外核是所有地球内部分子里面唯一是液态组成的。那现在要请问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把外核、内核分出来之后，外核、内核分出来之后，那现在要开始思考，它们是什么状态？第二个。请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还不是题目。然后科学家还要想办法自圆其说嘛。我们要练习回答以下问题。首先，请看这一题，还没开始做的不用急，你先思考一下。这一题有120秒，各位思考一下哈。内外核的状态，答案有了，你就还是照写。但重点我要看你回答，我们怎么知道外核是液态，内核是固态？请不要说课本上有印，就是刚才学到现在，你怎么去判断？科学家怎么判断外核是液态？好，现在开始作答。注意右上角的时间，一定很充裕，对，用写的，手写题写一下。写那么大的字，你大概怎么写原因？怎么写题？它的画面就那么大而已，所以你一定要用触控笔写字，不要写太大。有2个问题，第2个问题是为什么知道的？如何知道的？每一台都可以写，我只看某一台的分数。你现在点在橡皮擦。对啊，那个你看哦。都不让你动了是？对，你的触控已经跑掉了。这一台是跟着借的，是 OK 的。你记得回去一定要充满电，并且把它系统更新到最新，你那台电脑才会是好的，平板才会是好的。这一题做完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继续往下一题玩啊。然后你可以先看一下，时间到了，各位。
各位的回答。来，没错，我看到有人写出关键字了。来，对不起哈，我用手上的，我用我手上的好了。来，你们看自己的手上的资料，手上的那个平板。有人超过时间来不及送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注意一下。怎么突然找？老师，你怎么分析？抱歉，你们就是叫一台我就写报了。不是就我这一台吗？有人要玩这个，好，各位看一下，主要是我们像你以后要写完整了哈，各位以后尽量把它写完整。你们可以看到答案这个课本就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判读的方法是用 X 波判断，因为 X 波能不能进去外核？不能 ，X 波只能在固态传播，所以科学家判断外核它进不去嘛，所以应该是什么状态？液态的，然后漏写一半。另外那一半是为什么内核是固态？怎么知道的？也要写出来嘛。内核是固态，看 P 波，P 波在内核变快变慢，变快。P 波就像声音一样，固体传的比液体快，液体传的比气体快。越硬的越不容易变形，可能越快。好，各位有没有发现课本的图多了一个 S 波在内核有出现？有啊。换句话说 ，S 波在内核能够出现，原因何在？是因为 P 波会诱发它又再度出现，但是前提是届时必须要是固体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讲来讲去就是靠什么方法得知地震波？你这个起码要写到地震波，才会有表示你有在。等一下，我们下一个要进地震的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现在我们写了哈，等一下我们，你现在赶快写，你先搞下来，你也可以休息一下。已经融化的铁镍，为什么到了内核又变成固态呢？内核不是温度更高吗？那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现象？用压力来解释，因为我们知道要超过熔点才能融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像4、5千度，在外核已经融化的铁镍，到内核温度就更高，5、6千度，但是因为压力更大，熔点会怎样？升高。压力越大的时候，熔点会越高，所以至少要写成像各位现在看到这一位同学回答的，是谁的？结束到目前为止，应该要知道的观念，就是包括地核的分层结果跟状态，考试会考这些观念哦，哈。再来，请注意，地函是我们地球内部体积占80%最大的一块，而地函，你觉得从上到下都长一样吗？有没有发现它出现像雷氏或虎氏这种变序面？没有，但是科学家很无聊，所以他又再继续细分。因为我们想，地函这么大一块，怎么会都长一样呢？也不太合理。从地震波的变化去判断，不好判断。我教你们，老师帮你画好绿色线。我有帮你们画好一条绿色线，看到了吗？这条绿色线有没有发现它的上方跟下方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就是这个斜率在700公里以上跟700公里以下这个变化。700公里以上的地函是不是波速随深度变化比较明显，比较斜？看得出来哈？所以科学家就利用这个观念，再继续把它细分，把这些放到放地。好，这个部分科学家再把它分成2层，上部跟下部地函。所以到这边为止，我们都在做哪件事情？利用地震波速的变化，不连续面或者是这种转折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去把地球一层一层一层的分层。所以基本观念你要懂，我们画出这些层次是靠地震波速的变化。再来，技术问题就是找出这些不连续面跟转折点。最后又分出了地壳层次，地壳太薄了哈，所以这边没有再分。地壳应该还可以分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。